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科纳还有小阿尔科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即将遇见的下一个恋人哦。好，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有你们两个的相处情形，以及宇宙呢会给我们什么样子提示，有关你与你们相遇的一个时间哦。好，那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先来对应一下你们的能量的状态哦。我觉得第一组的你们啊，其实你们现在的状态啊，已经就是在感情啊，我觉得你们已经心态上准备好了，准备去迎接一段感情。过去有一段时间啊，你可能是比较犹豫的，比较退缩的，有一些不安跟焦躁的能量，甚至你不大愿意去尝试感情，或是说你觉得有一点点想放弃，或说对于感情这一块你就是提不起劲。也许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你心中有一些还没有疗愈的伤口，或者是有关于某一个人某一段旧有的感情的记忆，或者说其实过去有一段时光你自己是属于比较躲在自己的世界跟外界没有那么多的联系，你就想要自己跟自己相处就好了。那我觉得现在啊，其实你们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感情上你是期待的，然后你有鼓起勇气想要去尝试一下，想要去看一下。虽然我觉得你的内心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但是你们已经慢慢的在往前走了，你们有一种
这样子微微的勇气，微微的想要把自己推出去的能量其实是有的。你愿意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愿意把身边的这个位置留下来，给世界上某一个幸运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成为你的伴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情感能量非常的细致细腻，非常的丰沛，非常的有层次感。你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绪能量的流动有很深的一个感知力哦。还有我觉得你们对于生活啊的一些细节其实是在意的，你们的心里可能向往着诗歌跟远方，有一个浪漫感。对于爱情，其实你们不想要去将就，也不想要去强求。你觉得你并不是想要找某一个人去填补内在的孤单，就并不是说谁放在这个位置都行哦。事实上有些人不行就是不行，你不会因为孤单而硬要去找一个人陪伴。我觉得你们想要的是一段灵魂的共鸣哦。也许过去你曾经主动的离开一段你觉得不能够再滋养你的关系，或者是说你去断开一个不是这么平衡的一个连结哦。我觉得你们对于爱情其实心里还是有期待的，你相信在远方有更浪漫、更深刻、更真诚的连接在等着你哦。我觉得你们并不是没有爱过，并不是没有投入感情过。这一组的朋友啊，因为你们的情感很丰沛，不管你们是不是有真的进入到一段感情，我觉得你有对某一个人好像付出过、心动过，或者是说在某一段关系的流动中，你其实投入了很多。因为过去的经验，我觉得你们更明白什么是爱，以及你所想要的爱情是什么。你们可能有很多人呢，已经在感情这一方面就是找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寻寻觅觅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有些人呢是1年2年，有些人甚至是我觉得好几年，甚至到10年都有。你们在寻找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你们在寻找一个人，并不是说要找一个很完美的人，而是找到一个人，我觉得他能够去让你放心的做自己，能够去点亮你内心世界的人，像是一个能够温暖你的小太阳。而这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能量是可以去疗愈别人，可以去照亮别人，因为你们的内在其实是非常深情、非常稳定、非常沉静又很强大。你们能够对所爱的人非常的真诚。我觉得你们的爱并不是那种装腔作势，或者说很高调，在人群当中会大声的说我爱你之类这样子的爱。我觉得你们更像是某一种细水长流的爱，比如说默默的付出，默默的支持，不吵不闹，但是需要的时候其实你们一直都在。所以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非常好的能力，你可以去爱人，也能够去疗愈别人。你们并不是那种很张扬、很夸张，或者是说你不一定是那种很主动的去追爱，说一定要把某一个人追到手这样子的能量。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珍贵，只要有人靠近你，其实他的灵魂就能够被你们的能量安抚，因为你们是疗愈者。你们像是一颗宝石，但是你不会到处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宝石，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的光芒好像稍微不要这么的闪亮，因为你不希望每一个人好像都来好奇的摸一摸，好奇的去把玩你。你只想要等待对的人靠近走近，然后你只想要等待这样子的一个对的人，跟他好像共同度过人生接下来的阶段其实不会想要很多那种
好像短短的小小的尝试的练习，你们并不需要，你们所想要等的就是一个珍惜的人，值得的人。那这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有那种很含蓄的能量哦，在感情中很含蓄，但是这个含蓄啊，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脆弱，也并不是一个好像没有力量的软弱。你们的力量不是那种很高调很声张，就是大声的说出来，而是你们会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们不会离开。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能做的比说的多，你们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放弃你的选择，还有你选择你所爱的这个人，以及我觉得你们坚信的某一种信仰体系，或是你的理念，你其实不会去放弃。你们有这个韧性，心理的韧性跟弹性，可以去度过生命中的一些困境。那你们的感情啊，一直在寻找，我觉得某一个人是能够真正的匹配你，真正的能够理解你，跟真正能够去倾听你。在过去的这种感情的经验中，可能你们也遇到过一些人，但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有缘无分，或者有一些人他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留下了一些遗憾。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在过去的感情的经验中，你们内心这种很丰沛的情感，或者说你的这种美好的疗愈的能量，不见得是全部能够去发挥，或者说全部能够去施展开来的。可能你们只发挥了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说你其实有很多的爱想给出去，但是那个人他接收不到，或是不理解，种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因此啊，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可能在感情中有迷惘过一段时间，迷失过一段时间，或者是说你不知道究竟要怎么走，要怎么选，或者说自己要怎么调整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我觉得现在的你的状态已经渐渐的走出那种迷茫，你开始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能够给予别人什么，你其实是一个疗愈者，你有很丰沛的爱，以及你值得什么样子的人，你不适合什么样子的人，你可能会去分辨出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些感情它很有吸引力，可是它会让你内耗。他可能一开始这种吸引力是很强烈的，但是实际的并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很实际的连接在一起，或者说相处在一起。有些人是能够跟他去约会，能够跟他就是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可是讲到共同生活，共同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可能会逃避，或是说他可能更加的在意自己跟顾到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对方在感情当中有一些不是这么坚定，或者说比较不是这么清楚的部分，其实你们都可以感知到很多细微的部分。你们会伤心，你们会难过，但你不见得会去表达出来哦。那在此时此刻的你，我觉得你们已经渐渐的从迷茫中走出来，然后即将要去发挥你身上的美好的特质，去吸引到这个下一个是你们即将遇见的这个恋人。你们其实是宇宙传递的能量是说，你们的这种心很软，情很深，然后感情又非常的有层次，然后有这种光影，所以我觉得能够跟你们相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哦。而且你们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跟你灵魂共鸣的人。我觉得能够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人，他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你们的爱很深，你们的爱是那种不用说出口就能够感受到的温柔深层的力量。你们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口安静的井，
它深不见底，代表你们的爱很深，但是这个井它是一个很清澈很温柔的能量。也就是说啊，其实来到你们身边的人，来到你生命中的人，他会被你们照亮。此时此刻的你们啊，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需要的也不是谁来拯救你，而是你需要一个能够陪你共同的有生活感的去建造构筑你们未来的一个灵魂的伴侣。你对爱情的渴望啊，已经从某一种好像浪漫的幻想转移到某一个你想要真诚的接地气的这种生活感或是打拼感，这种两个人一起度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真诚生活当中的这种烟火味，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度过春夏秋冬四季的温柔。当风来的时候啊，有人替你遮挡，或者当那个人脆弱的时候，你也会用你的肩膀借他靠，这样子的互相依偎的，在生活当中最平凡的一个浪漫，其实是你想要的真实。我觉得你们为爱其实是可以愿意非常的勇敢的，也会选择了一个人，就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很轻易的放弃。好，以上啊是有关于第一组的朋友验证牌的部分哦。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你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你们遇见的对象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象呢？好，首先呢，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对象啊，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跟你们不大一样的。假设如果你们是比较内敛深层的话，他的外表可能有一点外放，或者说他其实是有那种幽默感，就是有他的朋友，一群朋友，或者说他在他的那个生活圈当中其实是很亮眼的。也许是在这种台上有人为他鼓掌，或者是说呢他出现在那边，其实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会围绕他，或者说他其实是有那种很丰富跟有趣的能量，然后很会聊天，感觉上他的思维是很清晰的，就是他头脑很快，说话很快，然后说话的时候又不是那种好像乱七八糟没有逻辑的对话，而是你觉得他讲话起来就是很聪明很顺畅，然后又能够去说服别人，或者说讲话起来是能够让人觉得很有趣，然后能够开玩笑，好像跟所有不同的阶层的人都可以相处。比如说他可以跟那种高级的知识分子相处，然后也可以也许是跟这种比较平凡，或是说比较不是这么学术味，没有念那么多书的人，他也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很接地气的去开玩笑。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表面上他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你觉得不是那么让你放心的能量，你可能觉得他会不会玩世不恭，会不会有很多段感情，或者说会不会他其实对于感情是不上心的。但其实你实际跟他相处起来，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其实他的感情是很干净的，就是说要么就是他可能就只有一两段恋情，或者是说他真正用心投入的感情，他就会很真诚的走下去。有一些感情可能是他在好像尝试跟理解，但是如果是他真的选择要谈一段感情，他其实是很真诚的，不会去劈腿或是做一些就是乱七八糟背叛的事情。就是说他对于感情这一块，我觉得反而会相对的保守。你看他的外表，或者说他的这个条件，你可能觉得是有条件可以玩的，但他其实不会想要玩，反而偏保守。甚至我觉得他的内心有一点单纯，很像是孩子。虽然他的外在是那种看起来很有深度，然后逻辑也很好，然后也能够去分析跟思考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就有很单纯，很像孩子的一面。甚至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些时候可能会意气用事，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就是我想要凭着我一股血气方刚的方式去做事，或者说我就是有我的这个步调跟
格调好像去行走人间呐。那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真诚的人，做朋友会很不错，做恋人更加的不错，因为他不大会，他不会去做小动作，或者说他不大会去在背后好像就是会去捅你一刀。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人，因为他的能力也很好，他不需要好像做一些小动作来去拿到他所想要的利益，他不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那对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会很直接的表明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他也会讲清楚，他不会模棱两可，也不会好像在暧昧的边缘跟很多人都是搞暧昧，然后在很多人的之间去游走。所以这个人他其实跟他的外表不大一样哦，你可能会觉得啊，他是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不是那种有花蝴蝶啊，或是有很多的选择的人，但他其实不是。你实际的跟他相处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对于情感是很真诚，是很保守的。虽然他外在看起来呢很好像活泼外放，或者说有很多的机会会围绕在他身边，但是其实你真的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很安定的生活感，他所想要的也是一个很安定很单纯的感情。你跟他相处之后啊，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向往的都是一种简单单纯的生活，可以一起去打拼事业，也可以一起玩耍，一起耍废，一起规划未来，计划未来。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有这个想法，是有梦想的，然后他也有那种童心在，他所想要的做的这个事情啊，他会坚持的去做，或者说他对于他的事业，他对于他的理念，他对于他的理想，他是有那一份真诚的热忱在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有些朋友你遇到这个人，他的生活可能有那种前进又后退的能量，或是有那种转换工作的能量哦，因为他还在寻找说什么样子的场合是适合自己能够发挥所长的。他有可能因为讲话比较直，或是锋芒毕露，可能得罪了一些其他的人，也许呢因此好像他可能需要去转换或是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哦。那他过去有段时间，我觉得他还在摸索，在尝试，他脑袋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理念想要去实践，但有时候现实环境不能够配合，他也会有一种挫折感跟挫败感。可是这种挫折感跟挫败感，我觉得他不会表现出来哦，他只会很轻松的很开玩笑的带过在他的朋友面前。所以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啊，我有很多的酒肉朋友，但是呢真心的知己其实没有哦，就是可能都没有，或是只有一两个，就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在人群面前可以很喧闹，但是在人后呢，他其实心里知道谁才是好像真正的能够去信任的人，基本上他的心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就遇到你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惊喜。这个人呢，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好像用心在他的工作，在事业，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人生方向。那对于感情，他可能偏向一种随缘，甚至很多时候他的感情是别人主动靠近，主动去好像想要去怎么说呢去了解他，那也有可能是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去认识的。所以他的这种感情啊，我觉得他不会他可能会去寻找，但不会非常刻意，好像花100%的精力跟心力都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呢他也有一些感情上的跟某些人一些接触，但是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他觉得频率对的人。有些人一开始看起来还不错，实际相处之后呢我觉得他会想一想又觉得不是这么的适合哦。好，那这个人呢你们相遇的时候啊，两个人很像是在经历过某一种重大的转折之后，两个人连接在一起哦。
这个人可能会从某一种比较率性而为的能量转变到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好像落地。他可能会稍稍收起一些他的率性而为，更加的去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生活中的一些条条框框。他今天呢会看见你，或者说选择你是因为你们的灵魂都一样非常的纯粹。我觉得你们内心都住着一颗很纯粹、很单纯、很真心的灵魂。你跟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他内心像个孩子，你内心则有一个老灵魂。不管你们的年龄谁大谁小，能量上是这样子。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能量他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是那种顶尖者、佼佼者，或者是说表现出一个很不错的能量。可是其实私下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有一个赤子之心，然后有一种小孩的能量他对于很多事情有他的一个想法，而且甚至会很乐观的去相信一些事情。他的这个乐观可能也让他跌过跤，或是对于人性的相信，可能也因此让他吃过一些苦头。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愿意去保持这样子的比较正向的能量去面对生活。那刚刚说过你们会在某一种好像转折点相遇嘛，你从某一种我觉得算是比较内敛的状态中走出来，他只是从一个比较率性而为的状态中去收敛。好，那这里有一种可能是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可能还在某一种感情的牵扯，也许是你，也许是他还在跟就是某一种好像感情的能量在拉扯。他可能是指实际上的一个感情，或者是说在跟某一个人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能量，但是你们真正的相遇之后我觉得这种能量就会完全的断掉你跟他的这种能量特质算是互补吧，你可以给他很多的疗愈的能量你们两个在走出了某一些混乱或是人生卡住的时候之后呢就会好像先是慢慢的看见，然后辨认出彼此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在完成各自人生中的一些疗愈性的课题有可能你们两个事先看见彼此，但还没有辨认出来，因为那个时间点还不对，所以你们还在进行一些内在调整跟疗愈的工作。等到你们的工作完成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就会变成对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就会好像更加的突出跟频繁的活跃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圈。有可能只是知道这个人点头之交，或者说只是一个网友，或者是说只是偶尔传讯息，然后没有一个机缘真正的去认识。在你们好像真正做好这个内心的调整跟整理之后，我觉得你们会真正的去展开连接。那这一组朋友你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等待某一些好像某一个事件的发生，而是你要主动的去整理生活，主动的去清理掉一些不适合你的人事物。同时你们也要给自己多一些机会，就是要走出某一个自己的这种舒适圈，也就是说要多多的去跟这个世界跟别人连接，或者是说一些讯息你是需要去回复的，因为你一开始可能不见得会意识到这个人就是一个未来会改变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其实你们的出现刚好都能够去填补对方生命中比较缺乏跟缺少的那一块。对他来说呢，我觉得他会有一些东西需要去调整那我觉得他可能在比如说人生跟事业的方向，过去有一些找寻，或者说过去有一些碰撞，现在呢他会有一个决心把一切的事情拨乱反正，或者说来到一个更加正确的轨道上。他走着走着，他其实就会自然而然的跟你相遇。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件事情需要去
完成，就是有关于他情感上的一个好像不确定性跟稍稍有一种封闭跟逃避的能量。这个是说什么呢？他可能工作很忙，所以就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他需要去多花一点时间去把这种心力去发现美好的人其实在他身边，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人拿过去的感情经验，或者说从小的一个成长经验，说他看到一些事情，或者说他家庭家族发生的一些事情，父母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对于爱情啊，其实会有一种好像原始的惧怕感跟恐惧感。这个表象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也许他还是有谈恋爱，也许还是看起来有跟人家约会相处啊，但是其实他那些内心是有一个害怕把真实的自己交出去的能量哦，他害怕会受伤，或是他觉得没有爱情是很长久的，他害怕去看见一个人的好像觉得这个人一开始很美好，深入相处之后却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好像比较黑暗跟阴暗的念头，这个东西会让他觉得不舒服。我所谓黑暗跟阴暗的念头有点像是这个人他其实不像他表面那么单纯，他可能是很心机有城府，要去设计人，要去害人，或者是说有时候讲话的方式是一个好像很强迫压迫跟控制，或者是说其实就是外表很温柔，或是外表是和善，但是其实会回过头来批评人，这样子的能量，就他其实很害怕看见一个人一开始是很美好，但其实内在有这种就是比较城府的一个部分呢，他是比较不擅长跟这种心机的人做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我觉得你们特别的适合他，因为你们很单纯、很干净、很真诚，这个就是你们的本质跟本性，这个是伪装不来的。所以他遇见你啊，我觉得很像是如获至宝，他要去对抗他自己的一些议题，过去的生命经验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我觉得他必须要去克服自己情感上的一个好像比较软弱跟逃避的部分，才能够真正的去打开，真正的有勇气去相信哦，可能他过去习以为常啊，从小到大都在用某一种方式去习惯的保护自己，就是让自己虽然也是跟人交流，也是在人群当中，但是实际上是用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方式去跟人交流，或者去谈感情，没有真正的能够完全的敞开。一直到遇见你之后，我觉得他想要改变了，他想要去打破一些他共有的一些旧有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他的习惯，因为要是不打破的话，你们两个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完整的融合。他想要成为你人生中的好像那一把伞，他想要去为你遮风避雨。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是他的疗愈者，你们会在心理层面支持他，而他呢，他其实也感受得到，他想要回馈你，他想要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这个我觉得他是那一种好，一旦他决定要跟你携手走下去之后，他也跟你们一样，他是那种不会轻易放手的人，甚至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我也会要选择你。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就有那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能量，他会愿意为你放弃一切。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用心去爱的话，可以爱得很深沉，很热烈的能量哦。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讯息。那你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相遇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秋天的这段时间哦，可能是第一次你们进入到彼此生命中的一个节点，或是发现彼此生命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留意一下春天。那也许有些朋友如果在春天就是还有一些课题需要完成的话，可能会是到冬季的时候，这个人会比较明显的在你身边活动，或是说其实你现在就跟这个人有连结，只是他可能要等到
秋季或是冬季的时候，它的能量才会更加的显现。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所以我觉得跟真的是大家内在的课题完成度有关。要是快的话，显化比较快的话，春季就有机会，这个人的能量就会开始活跃起来。然后最后呢，是宇宙想要代替他对你说的话，就是先跟你们传递的讯息，就是这个人想要跟你传递的讯息，透过宇宙的这个牌卡，第一个就是在我眼中你是重要而且美好的。在他的眼中，他就是喜欢你保持真实的样子，你是重要的、美好的，你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装饰或伪装哦。好，第二个就是释放内在的恐惧，你正在走在对的路上。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你说，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说，两个人都需要去释放一些内在的恐惧跟害怕，然后去相信、去信任。因为我刚刚说过，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差别会有一些大，或是生活环境背景各种的想法啊，可能会有一些大。有些人可能是年龄有一些差距，因此你可能会不确定，虽然这个人是吸引我，可是我不确定真的能不能够走下去，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去因为这个人去做一些转变，或是说调整跟放弃。因为有的人可能在某一个年龄的时间点，假设你选择了这个人，好，假设这段感情没有结果的话，你可能会害怕说我的年纪会就是好像被拖延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在抉择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因此你可能会害怕说我过去没有经验过这样子的类型，或者说生活方式或是习惯，或是你不知道他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玩世不恭，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诚的能量，或者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生命中当中还有其他选择，你只是其中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你内心有好多的想法，需要释放自己内在的恐惧，你正在走在对的路上，跟对的人相遇。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一组的牌卡。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恭喜你们，也祝福你们。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正在热卖中。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学习塔罗、学习占卜的话，也欢迎加入课程一起学习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二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恋情哦，谁即将要爱上你呢？好，首先呢，我们会来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第二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是一个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说呢，很可能你不大喜欢那种太过喧嚣的声音，或者是说你本身其实对音乐曲子是很有那个天分跟天赋，也许是钢琴，或是你会玩一些乐器等等。有一些朋友则是你的这个敏感来自于你只要一听到音乐，你可能就会被吸住，或是说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听好这个音乐它的歌词在讲什么，或者说这个曲调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构之类的。有些朋友你们好像是你在听声音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分心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一边好像念书，然后一边去放那种有歌词的背景音乐。有些朋友你的敏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在人生当中有一段时期是比较混乱或是比较痛苦的。那个混乱跟痛苦我觉得它会是需要长时间的去休息跟恢复。那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刚好有那种时间假期可以去休息去恢复，但有一些人可能不行，就是必须要硬撑着硬忍耐的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们其实很需要一个能够去接住你的人。你们的外表很好，很光鲜亮丽，或者是说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很稳的，但是我觉得你内心其实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害怕，是你
一直以来好像去奋斗、去奋战的，有一个恐惧感，就是逼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你害怕会不做的话会掉下来，或者说不做的话可能会发生你觉得会有不好的后果、结果等等的，所以你心里可能对于某一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感。那你其实在能量上啊，可能很清楚你跟谁就是合得来，跟谁就是合不来。比如说就算是同事或是在同一个班级哦，有些人可能相处很久，但是就是没有讲过一两句话，可能就只是学习或是公事上的这个交流，就是明明相处的时间很长，但是没有那种认识的深度是很浅的。那有一些人呢，频率对的话，就算是刚认识，你们其实也可以聊得非常非常的深。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还有一点那种鬼灵精怪的想法，对于这个世界啊，你们是好奇的，你们是会想要去探索的，你不会想要好像在一个地方固步自封，就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地方哦。你对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想要去了解或是想要去探索的。那我觉得在感情上啊，你们其实是非常细致的，非常细腻的，你们能够去看透这一个人的一些想法，即使他没有说。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点点人间清醒的感觉，就是把事情想得很明白，看得很透。这也许是你们现在还是单身，或者还没有进入一段感情的原因哦。因为有时候想得太清楚，想得太明白，反而就好像不容易去进入一段感情，因为可能有一点点心动，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渴望的时候，又会被你自己给磨灭住，就是又会被你自己给抹煞掉，就是被你自己的这种好像内心的一些想法给浇熄了。因为你可能就会想说，好，那我跟这个人如果往后走结婚的话，有一些事情或是说要怎么处理，也有可能假设他是那种家里的手足比较多，你可能会害怕比较复杂的亲戚关系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先后退，即使你们还刚认识，你就会想的比较多，所以你就会好像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发展。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你们过去遇到的人啊，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去放下这个理性啦。如果有一天啊，有一个人他是真正能够完全打动你的话，可能你心里所有的那种门槛，或是说有很多的这种关上的门通通都会被打开。我觉得过去有一些对象就是可能差一点点觉得还不错，但是有一些地方不是这么合适，然后也许是时间啊、距离啊等等的因缘际会就错过了。可能有一些这种感情是有暧昧过，但是后来自然而然的就淡掉了。不论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还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都会有经历过。有些朋友你们在这一组啊，可能被爱情有一点伤了又伤，受伤了，所以你在面对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怀疑的心态，说我值得吗？或者说我够好吗？就是一方面假设有人对你好，回应你，你会很高兴，可是在深入相处之后，你可能还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出来，就是假设对方没有在像一开始那样子的关注你，或者说对你好的话，你可能就会陷入某一种自我怀疑。这个是第一组大致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到你们的下一个对象会是什么样子的对象那如果你觉得刚刚的验证牌啊有符合大概70-80%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我们接下来会来看一下这个对象他的一个特质，还有你们两个人可能相处的一个情形，以及你和这个对象相遇的一个可能的时间点
好，那因为这个是大众占卜，集合了很多不同的能量，所以大家就可以截取比较符合自己能量的部分去听哦。首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卓越蛮优秀的人哦，所以恭喜第二组的朋友啦。他是一个会想要去挑战很多事情的人，比如说呢他可能有一些点子想要去实现，重点是他不怕困难，他反而会害怕无聊无趣跟一成不变，他会想要去好像把他脑海中的一些想法去实际的执行。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坚强的心理素质，是他不大需要人家安慰跟拍拍，有点像是他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心里是一个很脆弱的人，然后我是需要别人跟我安慰跟拍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去做这件事情。那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低潮，或者说没有那种很黑暗跟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但是他有一个弹性跟回复力，他可以再弹回来，他可以把自己调试起来，继续往前进。甚至我觉得他有一点到怎么说呢？对于某件事情，他是非常的入迷，非常的好像着迷，就会全心的沉浸在那个领域中。他很享受不断学习的过程，他会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顶峰，就是成为那种领头羊啊、顶尖者。别人谈到这个领域，他就是好像第一名的，会立刻跳到大家的脑海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形象。而且我觉得他很像是一个不倒翁，这跟他的心理素质也有关哦，就是他倒下去会再弹回来，倒下去会再弹回来，并不是说他人生中没有经历过挫折，他有经历过挫折，可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就是会想办法让自己恢复到一个原本的状况，然后甚至是一个更好更前进的一个状态。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会去辨认他生命中有什么样子的很好的机会，然后去抓住。无论今天上天给他什么样的一副牌，他都有技术去把这副牌打好，甚至会被怎么说呢？甚至他可以打得比原本是一手好牌但没什么技术的人还要好。然后他是一个有进取心跟冒险心的人哦，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跟形象啊，会是在很多人心中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就是他的影响力其实是可以去感染很多人的。同时啊，他也知道一个人呢，他其实是有极限，每个人都有极限嘛，所以他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去蜻蜓点水一下。我觉得他是在他的领域，然后对于他有理念的事情坚持去做，然后在他的能力圈里面去生根。对于他这个能力圈，就是他有兴趣的事情，若是他不懂的话，他会想办法弄到懂。那他也知道他不是全知全能，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觉得他会有那种导师，他会去请益他的良师益友。我觉得他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并不是那种酒肉朋友，就比较像是良师益友。比如说他跟某一个朋友谈话，就得到了很多的想法跟启发。那我觉得他也可能会有一些忘年之交，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很多，或是年纪比他小很多的这种好朋友。那在谈话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彼此进步跟彼此学习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呢，这边有一张结婚的牌哦，我觉得他呢，其实跟你是想要往结婚去的，因为可能一方面他在这种事业上也很忙，或者说他有他想要完成的事情嘛。今天他遇到适合的对象，基本上就好像不啰嗦就把你下定了，或者说不啰嗦就是往这个结婚的方向走嘛。那他可能也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想要组织家庭，他是一个想要家庭的人。然后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会慢慢的去改变，就是你可能过去不擅长，或者说不习惯把心里的一些话
讲出来，或者是说分享出去。可是你跟他相处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改变，决定说好，你要跟对方讲清楚。假设你现在是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或者说你觉得你已经不好，这个状态不好很久了，你会想要去跟对方讲，讲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哦。你会感觉到被接住，因为这个人身上他其实会有那种照顾人的能量你看这边其实有一张牌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身上背着一只小狐狸啊，然后还在她旁边还有一些可爱的小兔子，然后她又在照顾这个很可爱的无尾熊，它就是有一个照顾人的能量。所以你刚刚讲完话之后，你会觉得很安心，自己的所有情绪好像被接住了，然后就是当好像这种比较敞开的对话发生之后，你会发现跟这个人的沟通会越来越顺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啊，是觉得对方都很不错，但是没有到好像完完全全的把这种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揭露出来。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伪装，这个伪装有点是你想要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表现在对方面前，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嘛，你也希望对方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像是好，你把你自己很美好的一面然后呈现给对方看，那你们就会这样一直就是持续，可能就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转捩点是你会把内心的某一个低潮跟好像自己很混乱的状况呈现在对方的面前，这可能跟你之前营造的形象是有落差的。可是讲完之后你发现其实对方能够接住你，然后会有一些奇妙的能量或者说碰撞在你们当中产生，你会觉得好像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在这一次真诚的对话开启之后，因为你们讲话不用好像彼此的去猜，或是绕来绕去，或者是说彼此给彼此留一点这种好像很大的一个美好的想象的空间。我觉得你们会慢慢的用真实去取代这种美好的想象的空间，但是这种连接反而会更加的踏实。因为第一个你会很确定你讲的这些话呢，其实可以很安心的去讲，因为对方他很爱你，他不会把这些话再去说出去，或是之后用你说的话来攻击你。相反的，他会用他的权力，用他的这种好像全部的精力，他能够做的竭尽所能来帮助你，照顾你。那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呢，学习让别人来照顾你，让别人来疗愈你。他并不是一个我觉得懂很多说话技巧，或是说懂很多这种情绪心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用一个很温柔的心陪伴在你的生命中，他会触摸到你内心那个可能很脆弱很爱哭的小男孩小女孩，那个内在小孩，对方会去触碰他。我觉得对方安慰你的话也许是很简单很浅显很直白，或者说他的动作可能是倒一杯水给你，但是对你来说给了你无比的力量，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人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会陪你一起去面对。然后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彼此对彼此是很安心很放心的，在你们就是展开这种比较真诚的对话跟连接之后，你们对彼此是很放心的。所以其实就算你们今天两个在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的国家，或是远距，或是说可能一方要出差然后有段时间没有办法见到面，你们也不会因此觉得很失落很焦虑，或是情绪上有很大的一个起伏。这可能跟你之前遇到过恋情不大一样，这个人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跟那种踏实感，就是觉得你跟这个人的未来是看得见的，可以持续的走下去。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擅长做计划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他可能会想说好，
1年之后的我们要去哪里？5年之后的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10年之后我们可能要做什么？或是说几年之后我们要退休，或是说他不想要退休，要持续的去经营这个他的事业，战死沙场。我觉得很多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就是你们遇到的对象，他是想要持续的做着他有兴趣、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做一辈子等等，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他就会去反推回来，如果我在10年之后要达到这样的状态，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准备、什么规划，然后就会开始着手进行。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有时间观的人，然后很擅长做一些计划跟规划，重点是他有那种不断学习的跟思考的能量，很喜欢学习。他可能是一个智者，讲话起来就是能够很鼓舞人心，或是他内在有很多这种知识的储备量吧，各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见得只有书本上的知识。那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讲起话来能够掷地有声，然后有感染力，能够去打动人心，甚至能够去解决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他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观念用3言2语很简单的方式去传达给别人，可能就是讲给那种小朋友听也是听得懂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其实真的掌握跟理解这个观念，他可以很简单的去表达，很简单的去陈述，很简单的去拆解。然后你跟这个人呢，大概会在什么时候遇到呢？我觉得有可能是秋天的时候啊，这段感情有机会萌芽。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没有那种4季的话，可能是在我想想看，大概9月、10月左右，这段感情有可能会萌芽。9月、10月、11月，这段感情有可能会萌芽。有些朋友你其实可能更早之前就认识这个人，然后也许是在9月、10月、11月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对话跟交流会变得更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如果他遇见你，他会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传达给你。首先呢，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会把你当成就是他感情世界的全部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刚刚说过嘛，他对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那种想要去就是我觉得他跟你一样都会想要对这个世界是有好奇的，然后他是有一个他生活的重心在，可是他也是一个很照顾他身边的人，家庭跟家人他是很照顾的，然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在感情这一块他会做好做满。在感情这一块，就是他会把你当成他的全世界，做好做满，然后他会想要跟你共度余生，他会把他所有的耐心跟温柔都留给你。也许对别人不会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有耐心，可是我觉得他对你是非常非常温柔的，然后会去用他的方式去挺你，去接住你。好，那他会想要跟你说什么样子的话呢？第一个，他说他想要跟你共组家庭。前面有说过嘛，其实这个人他想要跟你结婚，想要跟你共组家庭，而且这个共组家庭的念头我觉得在你们刚开始遇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明确的想法，但他可能不会直接的跟你说，因为怕吓到你。那有些人如果其实你们本来就是也想要找一个结婚对象的话，我觉得那你们俩可能就会一拍即合，开门见山，就是我们就是要朝着结婚的方向走，然后会是往这样子一个方向去确立，他是想要跟你共组家庭的。那他说他不想要失去你，他会害怕失去你，也就是遇到你之后牵起你的手之后就不要再放开手了好吗？就是一起走下去，赶快把你
套牢，赶快跟你结婚，说赶快共组家庭结婚，因为我不想要失去你，我不想要再好像让你去跟别人谈恋爱啊，然后去认识其他人，就是等于说你们就是遇见彼此之后啊，我觉得也不会有那种很分分合合啊，你们就是可能有人就是闪婚啦，很快的去结婚。他说他不想要失去你，怎么可能把你再开放去给其他人认识呢？还有他会想要主动的联系你跟靠近你，然后这边有些数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它这边有4、1、21，还有牌有被遮起来的部分，还有出现了10跟2，所以这些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关的一些号码，或者说跟你们两个相遇相关的一些数字。还有对方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全世界。对啊，其实刚刚就有说嘛，他就是会把你看得很重，然后他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我觉得他会把你的生命放在他的生命蓝图里面，把你生命的重量放在他生命上面。我觉得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一起去完成某一个梦想，一起去构建某一个好像你们理想中的那个蓝图跟生活。这一切或者说你们一路走来都会留下一些好像很明确的产出，无论它是精神能量或者是物质能量，你们两个的爱情不是很虚的，它是确实的会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有些人就是金钱的累积，物质的累积，一起打拼出好几栋房子，或者是说你们去共组一个事业体，或者是说两个人这种精神能量其实是可以互相滋养彼此的。好，那对方也会主动的去联系你跟靠近你，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迂回很被动你需要去猜心的。我觉得他对你是蛮直接的，然后你其实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好感跟喜欢，或是你跟他如果有邀约的话，然后他只要能够他都会赴约。那有时候如果没有，可能是真的太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或是有什么样子的因素。然后对他来说呢，你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独一无二，从以前到现在没有遇过的一个独特的能量体，所以当然要赶快把你定下来，赶快跟你结婚。我觉得他也没有在想要在感情上花很多时间寻寻觅觅，一直去找啊，一直去比啊。我觉得对他来说，你就是他那个心中最能够打动他的一个样子。然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开心的，有点像是寻寻觅觅，或者说之前因为忙于事业，然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谈恋爱，但是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对，这个人就是我要的，然后就可能很快就结婚，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他说，自从遇见你之后，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句好甜好甜的一个情话。遇见你之后他的人生才真正开始。然后过往假设他有谈感情他可能也觉得那也不算，就是也不算是什么，因为你才是他生命中最特别的人。然后他的感情好像由你而开始，之前也许是真的空白，然后也许是有谈过一些感情，可是对他来说呢，都没有你这么的特别，这么的深刻。相较之下，其实那个可能也算不上什么感情。然后遇到你之后，他才有一种好像真正的想要跟某一个人组成家庭走下去的这样子的念头。他不用再找了，或是说他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去遇见他，觉得那颗最闪亮的心，你真的是很特别，然后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在他的眼中，其实他就是只要能够跟你走下去就好。
所以他的人生啊，在遇见你之后，其实是全新的一段人生哦。所以他人生可以分成好遇见你之前的人生跟遇见你之后的人生。他觉得他人生最精华的部分都在遇见你之后，你们共同的去创造所有的美好，然后从牵起手的那一刻，然后结婚之后呢，各种故事情节，各种相处的累积，各种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一起去旅行，或者说一起去看房子，一起怎么说刷油漆，或者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一起去听某一场演唱会。你们生命当中会有那种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就是你们是真的在过日子，并不是好像数馒头一天又一天去做一些很常规的事情。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有滋有味的，用力工作，用力玩。可能好秋天的时候啊，就会去哪里旅行；夏天的时候啊，又会去哪里看星星之类的。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是过得很滋润，松弛有度。在这当中啊，也会有金钱能量不断的累积。我觉得金钱能量这部分呢，是因为对方会是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佼佼者或是领先者，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未来不可限量的。会走到哪里呢？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去说。天花板其实是不断的在提高。当它到了一个极限之后，它其实是能够去突破自己的极限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又很会照顾你，对你非常的好。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啦！那另外呢，米娅的塔罗课程已经上架完毕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加入，一起学习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们的下一段恋情哦。那我们今天呢，会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是你们的验证牌；第二个部分呢，是重点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人，你们遇见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些个性、成长背景、人格特质，你们相处的一些情形，还有可能遇见的一个时间点哦。最后是这个人给你的一封情书，这个人想要跟你说的一些话。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验证牌的部分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可能你过去你的人生方向，或者说你的关系、你的事业，其实会某一方面被你的家人所影响，或是周遭的人所左右。有可能是有些人你可能会选择顺从，有些人可能会反抗，就是他们越是这样讲，你越是要走出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那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在感情上，其实你们很追求一个心灵上的连结，就是对方要能够真的读懂你，真的看见你。你们并不想要的是一段好像随随便便的关系，谁都可以的一段关系，而是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啊，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是高还是低呢？其实我觉得它不是高也不是低，就是一个你们想要找到一个所谓的适合你的人哦。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么在意某些特质，可是对你来说，你就是很在意，你就是不能去放弃这个底线。那过去呢，可能有一些你在跟某一些人的相处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内在有一些不安全感会被翻起来，就是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内在会有很多的情绪，或是你们可能卡在一段关系中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拉扯，然后关系的反复，让你有非常多内耗的状态。有些朋友现在其实此时此刻你们是很想要去摆脱某一段，不管是人际、事业，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种有毒的一个关系，你其实是很想要摆脱。你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是很不公平的，或者是说在某一段关系其实让你累积了长久的不满，其实是很想要去结束掉的。那另外我也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在第三组牌里面，你们其实
好像对于未来的方向或是感情的方向有一点点迷惘或是混乱，你其实心中是有一个梦想跟渴望，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完成，或者说你不知道该相信谁相信什么。有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对于感情或者说对于未来的一个理想，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但是现实环境就是当下这个状况却让你觉得很怀疑，说究竟我有没有办法去走到我理想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办法去实现我心中的梦想。但是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你们虽然有过自我怀疑，但是你也好像很努力的从生活当中去找回一种爱自己的感觉。你们可能会有意识的开始整理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练习感恩。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看一些书，或者是做一些学习来去调整自己，或者说去整理自己内在的一些迷惘跟混乱。我觉得你们有在心灵这一块下过功课，或者你有意识到有一些地方它是需要去蜕变，是需要去变动的。那这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思考过了，就是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谁才是真的值得走到你生活跟你共度未来人生的人哦。有些朋友啊，其实你们现在心中可能就有一个对象，或是说有在跟某个对象来往，那这段关系呢，其实你有点期待，但是又不是这么有把握。有些朋友你们对应到的是这样子的能量。好，以上啊是有关验证牌的部分。那如果你觉得大概有70-80%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那如果你觉得不太符合的话，你就可以回到选牌的页面重新选牌。接下来要进入重头戏重点了。好，你们的这个对象是一个什么对象呢？我来看一下。我觉得你们这个对象很特别，然后你们不只会遇到一个对象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不止一个对象。在半年之内有机会遇到比如说2个或3个，有些朋友你可能还会遇到3-4个有机会发展感情的这种对象，或者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机缘跟际遇在你身边形成。但是我觉得真正会跟你走下去的这个人他的能量跟其他人不一样有些人在你生命中出现，他可能是个过客，或是说你们可能有缘无分，就是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情缘，但是没有办法走得很久。那我觉得接下来我看到的是有一朵很特别的桃花，它会发展成我觉得类似正缘的能量。如果你们选择要把它变成正缘的话，有机会有可能好，这个是什么样的桃花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结合了金桃花跟贵人桃花的能量，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什么是金桃花呢？就是它是让你那种可以感觉到你自己值得好好被爱的，然后你在他身边你可以去卸下武装，你可以去放下一些防备，你可以真正的安心的做自己。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第一眼最迷人最闪耀的那一种能量，但是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最温暖跟最踏实的支持跟陪伴，就是他是一个让你有安心感跟安全感的人。另外呢，它也结合了贵人桃花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更加靠近你自己的理想生活，更加接近爱自己的模样。就是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更爱自己，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我觉得你们是非常美好的连结，非常的般配，非常的登对，然后恰好又是在一个比较对的时间点你们俩的人生轨迹在这里交汇，然后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因为我刚刚说过，你们可能会有那种有缘无分的能量，不管是在即将的这半年，或者说之前这个有缘无分就发生过了。有缘无分有点像是呢
你们两个对彼此都有心意，可是当时两个人的人生道路轨迹跟方向就是不一样，有着不同的责任需要去完成的一些规划，就是无奈两个人必须要去放手，所以没有办法持续的进行下去。那或者是说你之前遇到的对象，他在某一方面好像很执着，或者你在某一方面很执着，你们当时有一些误会没有办法解开，两个人就这样子的错过了。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接下来你遇到这个金桃花跟贵人桃花的能量啊，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象他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他自己所认定的事情啊，不是这么容易去轻易更动跟改动的。因为你们这边有一张这个塔牌的能量，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他的关系啊，可能在前期中期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会有一些辛苦，或者是说可能两个人会有一点稍微后退，反复拉扯，或是怎么说呢，会有那种你追我逃的能量哦。但是这个塔它好像崩解了之后，它会有一个重建的能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些人是真的有缘无分，这个塔崩解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今天你遇到这个对象，这个金桃花，这个贵人桃花，我觉得它是一个走下去能够去支持你还有滋养你的一个很棒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它是一个深刻的，而且能够转化的关系，就是你在这段关系啊，会有一些不同的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可以让你在爱里完完全全的做自己，他并不是来补谁心中的一个空缺，他并不是来填补你心中某一个人留下来的位置，同样的你也不是来填补他心中的一个空缺，他心中的一个伤痕，而是你们两个是要走彼此共同的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从一场对话，或者说一个什么样子的主题共同的交流，或者是说某一个聚会，某一个节点，某一个很快的这种传递的讯息开始好像一见如故的谈下去。那他的特质呢，他本身是内在非常强大，然后情绪蛮稳定的。他可能年纪比你大，或是比你的心灵成熟很多，要么就是年纪比你大，或者是说他年纪虽然比你小，但是他心灵成熟很多，他的规划度其实是超前的。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很多话的类型，但是他会默默的关心你，有点像是他会觉得能够遇见你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含情脉脉的看着你，看到你的时候眼睛都在笑，就是但我觉得他会为了你去做一些很实际的一些规划。那如果你们两个是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的话，他有可能会为了你去学你的语言，以便更好像更能够靠近你，更了解你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在他身边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你可以放下自我防备，会去疗愈过往的情伤，并且重新相信爱。那我有说过嘛，因为你们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好像比较来回拉扯，跟一种比较冰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它会结束了。我觉得有可能你在跟他遇见的当下，你们两个都有一些过往的旧的能量需要去释放，或者有一些观念需要去破跟瓦解。在破跟瓦解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好像带着愿望，或者说带着想要共同生活的渴望，共同的去走下去。或者说这边呢是有一些外在的阻力，然后塔的能量出现之后，外在的阻力就被崩解了。那崩解之后，其实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更靠近一步，就是前期其实会有一些阻力，不管是外在或是两个人内在的一些状况，但是这种阻力它其实是会崩解，然后你们两个关系会重新连接，重新重建。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开始是有这种远距的能量，但是远距之后呢，会有机会重新的
聚首，重新的实际的相处在一起。那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贵人啊，他可能会在你的工作、金钱或是家庭，或是一些身体健康，或是一些这种房地产方面，给你很多的建议跟帮助，因为他是贵人桃花嘛，他同时也是你的贵人，他是对你会有实质帮助的一个人，甚至我觉得他能够看见你的价值，或者是帮助你被更多人看见。某方面而言，他是一位伯乐。好，他的个性很温和，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行动力、有资源、有耐性，他也擅长整合跟经营，愿意为你的人生指路，或是说出力气来帮助你，但是他不会去强迫你。那这个人呢，他对于他所想要做的事情，或是对于他想要完成的，就是关于他未来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思考过的，就是他并不是胡乱的去走他的一生哦，因为他能够成为你的贵人啊，我觉得他的脑袋，或是说他的一些思想，其实是比你更加的超前的，因此他可以给你在人生方面啊很多很多的实际的一些建议，或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的人士。比如说呢，他是金融专业、法律专业，或者是说这种医疗专业等等，他是可以帮助你，比如说身体变得更好，或是在这种金融理财方面是更加的有方向或是概念的，他可以去指路。另外啊，好，你跟他的关系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能量，就是彼此不会有太多的遮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你们有出现了2道彩虹，2张牌卡都有彩虹的能量，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们2个人在一起之后啊，好像会进入到一个如偶像剧般的那种很甜蜜的感觉哦，就是真的是别人会很羡慕你们，而且你们的感情是公开的，虽然也不见得会刻意的去放闪，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存在，人家就会觉得哇，怎么好像让别人都看得出来，你们2个都非常的相爱，这种相爱的感觉是非常的自然的，是这种很美好，然后大家看都会很羡慕的一段佳话。你们在感情中的体验啊，我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满足你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上的一个连接哦。这组的朋友其实一开始就有说过嘛，我觉得你们是一个重视心灵连接的人哦，所以如果对方是不能跟你有心灵共鸣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一段关系哦。那另外啊，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啊，你跟他的遇见方式有可能是某一种突如其来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在网络上跟你联系，跟你交换那种联系方式，或是说他突然找到你的这个你的平台，然后去加你，去跟你聊天谈话等等，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其实已经观察一段时间了，然后在接下来3到6个月之内的时间，他会跟你提出一些邀约，或是有可能他会把他心里对你的一个情意告诉你，因为其实你们很吸引他，但是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身边有人，或是他身边有人，你们要去断开某一个旧有的能量，才能够真真切切的在一起，或是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问题，但我觉得你会收到这个人比较直接跟好像热切的一个倾诉，因为他渴望吸引你，他渴望你看见他
对方是属于那种愿意去为爱情奉献跟付出的人，他会告诉你说，其实你不需要再单打独斗了，因为跟他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们两个可以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家，或是可以共同分享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你们两个1+1大于2嘛，所有的资源实际的成果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可以更好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你在遇见他之前你在遇见这个金桃花跟贵人桃花之前，刚刚说过，我觉得很多朋友会遇到一种好像有缘无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像是一种触发的桃花，这个触发的桃花是来唤醒你，打破一个旧有模式的一个人这一位这个桃花他不一定会跟你成为恋人，或是说你们也许也不一定会成为一种很深刻的朋友，但是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让你带来觉醒。这人呢可能好你们交谈的不深或者说见面次数不多，但是呢你会觉得很心动，有可能是你们谈了很多，但是不一定有好像实际很多的一个相处，反正他就会让你觉得很心动，然后很心痛，甚至是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状况快要失控。但这个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能量，就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让你去看见，为了要让你去看见更深的自己。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他是一个让你去觉醒的人，让你去觉醒的桃花，它很像是一面镜子，它要帮你去辨认出什么才是你真正要的爱，或者是说什么是你一再重复的投射跟幻想。好，在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过往的情感跟情绪，你会不断的回味，比如说某一个时刻看到一个照片，陷入某一个回忆的情境中，或是不断的去回想过去的事情。但是这种能量呢，我觉得它会像是短暂的暧昧，比如说这种线上的这种聊天交谈，或者是一种比较情绪饱满的互动，对方吸引力很强，可是可能有一些自我矛盾或是情绪不是很稳的部分，不稳定，你没有办法预测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或是说什么，或是他的转变是很快的，但是他出来是为了要帮助你看见一些错误的依附模式，或者是说要打破某一种迷恋式的投射，或是打破一些好像不是怎么说呢，不是这么对你好的一种恋爱的想法，就是帮你看见有一些东西它其实不是真实的。这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你会觉醒，这个人他有点像是来告诉你说它并不是你最终的答案，它并不是你最终的归宿，但是呢这个有缘无分的关系会让你怎么说，它像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经历跟过程，它会成为你找到这个最后我们提到这个金桃花跟贵人桃花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们前面可能会经过一段有缘无分的关系，让你看见什么东西不是爱，不是你要的爱，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不见得是适合你的那种爱，因为上上下下，然后非常的不稳，抓不住，没有办法预测，像风一样就飘走了。好，遇见这个人让你觉醒之后呢，你会学会什么是爱，因此金桃花贵人桃花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掌握跟辨认跟决定好，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人，想要的对象，持续的走下去，你那个决心会非常的强，而不会好像在犹豫，或是说好想要再看看这样子的能量宇宙给你的这个桃花，它并不是一个单选题，而是有这种辨识有觉醒的过程那我觉得最后你们遇见跟选择，然后相伴的这个金桃花跟贵人桃花，它是会点亮你人生的最后的那些很关键的一个阶段。那这个人他愿意守护你，他愿意用他的能量去守护你，他也知道你的过往可能经历了一些感情的这种不确定迷惘，或者是说想象的落空，或是你曾经以为某些人是对的人，却在现实中看见了真相，这个人其实不如你想的那样，或是他
并没有真的跟你走到最后。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金桃花、贵人桃花，它也有怎么说？它也有一种那种好像去怜惜你跟心疼你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你身上的光芒很吸引他觉得你是一个情感丰富、很有想象力的人。同时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想要去守护你心里那个童话式的爱情，因为他知道你的心里住着一份好像两小无猜、甜蜜的对于爱情的这种渴望，他想要去守护你的这个渴望。而这个爱情啊，我觉得它的降临是一个宇宙给你的祝福。当你自己准备好之后呢，好，你人生中的这个转折会出现。当你专注在自己的热情创造、你的健康、你的频率，还有就是你在生活各方面你都好像很投入跟很专注的时候，爱情就会慢慢的从你身边去浮现。这段爱情并不是你刻意的寻找过来的，而是我觉得你吸引这段爱情，吸引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中。现在这个金桃花，这个贵人桃花，它的能量正在酝酿哦，它非常有可能在你完成某一个内在蜕变的过程之后会出现，会浮现。那刚刚说过嘛，3到6个月，它是一个大众占卜交汇的时间点。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可能会是今年的年底到明年3月之间，这个桃花会更加的确定跟成型，就是有这种浮现跟确定还有成型的这个过程。有些朋友这个金桃花也有可能是在你完成某一个好像创作作品或生活目标，或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进入什么地方学习，或是毕业之类的，搬家、转换事业跑道，或是开启一个全新的梦想跟你的方向的时候会出现。你们两个一开始啊，其实前面就有说嘛，有塔，然后它是一个冲击的能量哦，所以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有那种措手不及，心房打开太快，然后以及有一些两个人就是需要就是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转折，或者说内在的课题需要去面对，有一些拉扯，甚至有一些外在的距离或是现实的问题哦。但是最后呢，这些阻碍的因素它会瓦解，然后你们会走入到一种温柔的深层的疗愈的情境中。因为塔它是一个好像崩解的过程，也是一个重生的过程哦。你们可能会用一种很戏剧化的方式相遇，比如说突然联络上，在某一个没有想到的场合中重逢，或者是因为某一个共同的事件、共同的人而产生连结，比如说因为家人、因为工作、因为学习，或者说因为一些身体或者说情绪上的变动，然后产生连结。对方会让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心理上的悸动，而你也会让他看见什么是情感的真诚的连接跟一个情感能量的深厚。因为你们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深度的人，然后你们情感非常的丰富，你们是非常细致非常立体的。这段关系它不是一段很浅层很表面的激情的关系哦。你们这边还有力量牌，这张牌让你们的情感有了灵魂的质地，灵魂是质地有声的。你们不只是互相的吸引哦，你们更有潜力可以彼此互相的疗愈。我觉得如果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你还有一些不确定跟防备，他会让你慢慢的去走完卸下防备的过程，你终于也会在他面前学会，其实你不需要逞强，你可以在他的怀里，或者说在他的身边呢，找到一种温柔跟理解的关系。所以他是一个很温柔稳定的能量，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很擅长做一些资源整合，或是管理，或是一些教育设计，或是疗愈相关的这种工作，或是他有这样子的特质哦。
他也不是一个会很轻易的去进入一段关系或开启一段关系的人，但是他一旦进入之后，他会很全心的真心的投入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但是他不世故，他有很多的创意的想法，但是他并不是一种很浮夸的对象，甚至我觉得他外在看起来可能稍微的低调，但是他内心有一套非常清楚的价值体系，他不会追求外在的这种好像是一定要去追逐大家都在做什么我就去做，他不会追求某一种流行或是一种很虚浮的东西，他愿意花时间去看见一些真正的智慧，花时间跟一些真实的好像人事物去相处，他相信宇宙的安排，也相信自己值得一段灵魂契合的爱，而且这个人的内在是有魔法的，这边有这个独角兽牌哦，他欣赏你的真诚、独立跟创造力，他也喜欢跟你这样子灵魂有深度的人去进行连接，然后去选择这样子的你作为伴侣哦。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见得会常常把我爱你好像挂在嘴边，但是他的行动满满的充满了就是我爱你。他不是那种很爱说话的人，但是他会记得好你跟他说过的话，他会放在心上，一些小细节，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或者是说你曾经说过你喜欢的东西，他会特别帮你准备买给你。然后呢，他不是那种很浪漫很高调或者很夸张的人，但是他绝对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出现，就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锦上添花，而更偏向是雪中送炭哦。因为当你很亮丽的时候，很多人围绕，很多人给你掌声，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你最脆弱、最难堪、最不好的时候，他也愿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在他身边，你不需要去装乖，或者说不需要去讨好，或者说不需要用尽心思去好像做很多事情，用了很多力气去维护这段关系，去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没做好，就是这段关系会结束，或是说有什么变动，或是会被丢掉等等。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好，对方会让你有一个安心感跟放心感，你们会有深层的连接，然后共同好像编织你们的这种童话故事。接下来呢，我想要看一下他对你的爱，他想要对你说的话，他想要跟你说的这种，我觉得很像是一封情书，要给你的情书。他说他躺在床上，脑中都是你们的未来，他不只是梦见你而已哦，他着迷于你，渴望你的一切，你的气息，你的声音，你的灵魂，都想让他一遍一遍的靠近，一遍一遍的在想你。他其实就是对你很上瘾，没有办法戒掉你，甚至嫉妒那个你曾经爱过的人。他很想让你知道，他并不是来占据你的人生，而是来陪你走过未来的人生旅程哦。这段关系即使会有一点冒险，会有一些未知，会让他失控，但是他都准备好了。他希望你可以慢慢的靠近他，他希望他可以成为那个每一天你张开眼就能够看见的人，就在你身边醒来的人。他也希望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光跟力量。我觉得这段关系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会有这种圣杯酒满足的情绪。它不单只是一个恋爱关系的幸福感，而是一种好，终于可以不用去怀疑自己是否值得的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安定。他的出现，或者说你的出现，会让他觉得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对他来说你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他很满足于你的陪伴。这段关系也会我觉得就是这段关系稳定下来，就是度过了前面那种塔的阶段之后，其实你会更加的去发挥你内在的一些创造力、疗愈力，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值得是被爱的。你在爱情这一块基本上就没有那么多烦恼跟担忧跟寻寻觅觅。我觉得你们很大一个程度创造力会爆发，或者说在事业上会更好、更丰盛、更加的稳定。那你们两个相遇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会那种好像每一天生命当中的小幸福，每一天看见对方，每一天在对方身边醒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还好
就算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觉得还好，陪伴在我身边的人是你，还好我今生有遇见你，所以就是不枉此生来过这个地球这一遭，因为有遇见你，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好，还有非常让人家去震撼跟羡慕的能量哦。你们两个会有那种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回忆，譬如说去旅行、去度假、去露营，或是去好像共同建造你们的小花园，或是一些生活的细节等等的，一起去做喜欢做的事情，看一场电影，一起听音乐、看星空等等的。好，你们的这个生活啊是非常，我觉得有能量、有活力，而且不断的在发光的。最后呢，他想要跟你说，他正在往你的方向而来，而你正在吸引他，所以这段关系啊，你不需要去等待，你只要尽力的去完成你现在这个阶段的蜕变，自然而然它就会被吸引到你的身边，自然而然你们就会相遇，或是重新联系上。可能过去你常常觉得自己有那种坏掉或是碎掉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段爱情会让你就是破碎的次数变少，或是就算破碎了之后，也会有能力很快再把自己拼凑起来，不需要害怕，因为未来的道路它会和你一起前进，你们可以分享彼此看见的有趣的东西，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集合起来是那个爱的能量非常的丰盛跟丰沛，甚至有能力将你们的爱跟这个快乐去分享给身边的人、周遭的人，去感染这个世界。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解盘啦，恭喜你们！最后呢，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已经上架完毕了，欢迎想要学习塔罗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学习。里面呢也有关于显化跟吸引力法则的章节，可以帮助大家显化跟吸引你想要的理想对象。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